我后悔买特斯拉，买特斯拉需要索取纸本合约吗？特斯拉系统是否有问题？大家好，我是 K 哥。那今天这一集主要是报告一下后续特斯拉的处理经过。如果你还没看我上一次的影片，可以先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首先我也要感谢一下我 po 网之后呢，收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啊，那大部分都是很正向的支持我啦。也觉得特斯拉片面违约的事情确实是很夸张啊！看到你们的留言，我也是很感动，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谢谢。那 po 网之后，东森新闻跟 TVBS 新闻也都在第一时间就采访，并且播出了我的事件，我也是很感动。然后有受邀到东森电视台梦想57届录影，谈到这次的事件，也是很感谢你们。那这边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后续的事情哈。先说结论，我9月28号 po 网之后，台湾特斯拉很迅速的就在下午就打给我了，承认我有每年400度的事情是他们系统错误，有说会补给我。那后续我们针对他回答我的问题，还有一些过程我觉得很有瑕疵的地方，等一下会慢慢解释，让大家知道台湾特斯拉有多瞎。这边不得不夸奖一下台特的效率，原来是我问错人了，我不应该打给客服，我应该直接去 po 网。如果台湾特斯拉不知道的事情，应该要 po 网。po 网之后，他们就会如闪电般的速度知道，而且马上回复，马上处理。关于 po 网之后台特的效率，我要给予一个肯定，真的好棒棒。建议大家以后如果台特客服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应该要去 po 网。那首先呢，我先 po 出这3张合约的照片，我先问你们，哪一张合约才是真的？哪一张是假的？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影片最后我会公布答案，由此证明特斯拉有多瞎。那 po 网之后呢，特斯拉马上就打来跟我说，他们有承认这400度电的事情，承认是他们的疏失，也会把这该给的400度电补给我。然后我问他说，那我纸本合约如果不见了，这400度电要得回来吗？我问了好多次，他都避重就轻。最后只好说，这个我不便再对你多做说明。我又问，那为什么你们卖车都不要提供纸本合约，需要消费者跟你索取，然后威胁你不要买车，你才要提供给我合约？他说他们本来就没有在提供纸本合约的，这个说法他们就前后矛盾了啊。你卖车不主动提供纸本合约给客户，那现在优惠内容有争议，又要主动跟客户要合约，我跟你们讲啦，现在车主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纸本合约，你当初就没有给人家合约，然后现在又跟人家要合约，这是什么神逻辑啊？摆明就是要坑你，对吧？再来就是说这个纸本合约啦，上面也写得太简单了，业务连签名都没有，也没有盖公司章。你特斯拉大可以跟我说，这张合约是我自己伪造的，我也没办法证明这是你给我的合约，不是吗？一般正式的合约在台湾来讲，都有盖公司章，双方签约人的签名，上下页之间都有骑缝章，而且一式2份。我去我的网页上面就有一份电子合约，电子合约上面的内容少了很多纸本合约上有的内容。我问他说，为什么我电子合约上不写上我的优惠内容？他也讲不出来，这不是也摆明要坑你吗？就如同这个网友啦，你在东森新闻影片下的留言，说我那个合约不是合约，怀疑我拿出来的是车辆配置的条文而已。你怀疑我根本没有合约，叫我拿出真正的合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合约看起来不像合约，都会怀疑我拿出来的是假合约。可是你们就错了，因为你们没有买过特斯拉。我告诉你们，这份合约就是千真万确的特斯拉合约，而且是我要求要有纸本合约，他才要印给我。你们终于知道特斯拉有多瞎了吧？那客服第一通电话打来，就是承认他们系统有疏失，而且我的400度电方案是确实有效的，然后也有跟美国总公司反映这个情形，之后会通知我处理的结果。后来第2通打来就不承认是系统的问题了，他把这个错误推给那个客服人员，一直说是客服人员不专业，没有按照正确管道查询我的优惠方案，
然后一直说我的方案一直有注记在他们的系统。我问他说，一直有注记在系统，为何我问了3个客服的答案都是一样？他就一直跳针啊，说一直确实有注记，说他们很抱歉，因为客服人员的不专业，造成沟通上有落差。那我想问，第一通的说法跟之后的说法为什么不一样？在我看来，就是要刻意掩盖事实吧。这个优惠方案的东西，为什么需要循正确管道查询才会得知？我问你们，你们如果手机月租方案打电话客服都说不准了，那我还可以问谁？这车子充电度数跟钱相关的基本的东西，难道我要问马斯克吗？我觉得这整件事件根本就是系统的问题啦。大家知道台湾特斯拉今年的网页全部改版，如果网页改版都可以把客户的优惠方案顺便改掉的话，那我怎么知道我下一年度的网页改版，我的优惠是不是又被改掉一次？所以我觉得根本不是客服的问题啊。特斯拉的业务有在群组里面说明说，我的事件都是客服没有循正确管道去查询，才会造成这种误会。系统里面一直有这400度，那我请问你，什么叫正确的管道？那你可以保证今后每一个客服都知道要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回答我的问题吗？这个隐晦的说法我没有办法接受。这跟钱有关系的问题，为什么特斯拉做的这么随便？然后你说这个每年400度电要记在内部系统，不让车主看到，这很正常。我看是不正常啊，因为我之前就有看到这400度电的余额啊。这个说法你就前后矛盾了吧？你系统改过之后，我连充了几度，然后剩余几度我都不知道，都是你特斯拉说了算啊，这样叫正常。而且连我要申请我用了几度电，剩余几度电的明细也无法给我，这样叫正常。然后你说现在合约都有写上那些优惠方案，但实际上我网站上的合约确实是没写的啊，这个就是争议点啊。主要是想跟您回报一下，您不是在大概9月中旬的时候，您有曾经来电我们客服，那后续您也有提供您的一个邮件给我们客服，就在9月中的时候，主要是反映说这个每年400度电的那一个项目，对吗？对啊。这边不好意思，这个拖到今天，现在在跟您联系，因为先说明一下，我们在9月15号，就是您回了邮件给我们客服之后，我们有把您的这一个案件，也跟相关单位，甚至也跟美国做了了解，但因为今天美国才初步有一个回复，所以想说跟您说一下。哦。所以这要跟您报告的资讯是，也是我们还在调查，也是还在跟确认的，就是虽然应该是除了您自己推荐别人的那372度，除了给了您之外，我们的确有另外，就多了一个免费的度数，但它似乎也跟我们应该要给的不太符合。对，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上面，就还在跟就是跟相关的团队在做确认、做处理。但也先让您，但是主要是还是想让你知道，因为这个是跟美国那边沟通很久之后，目前先得到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系统资料，所以还是先让你知道目前这个状况。那我们当然也是会再去追，说应该要把还是不足的地方要归还到你的账户上面去。那最后的部分也是再回归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这样子一个说明，大概你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系统上面来看，应该有补给您，但补不足。二方面也是在于，的确我们在第一时间就9月中旬那时候跟黄先生您在沟通这整个这个每年400度电的这个情况，的确我们客服这边没有做得很完善，让您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因为这通电话，我觉得主要还是让黄先生知道说，就是刚才讲的几件事情，就是度数的部分确实应该是有添加，但只是的确是可能有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会持续的跟相关单位去确认。不过其实就是只是想要跟黄先生提到，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有一些需要待确认的项目，所以可能的确我们可能后续还是会需要再跟您沟通一下，就是说到底您车账户里面实际到底添加的情况啊，跟用的情况，
那当然，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持续的做。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也跟黄先生也是当然还是真的致歉，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因为系统因素，我们在做一些内部确认，耽搁了一些时间。这个就是系统很烂呐、对啊。这部分当然抱歉。这个一定要爆料啊！特斯拉全球市值前10大，然后系统这么烂，然后还要我 po 到网络上，你们才要回复，对吧？然后 po YouTube 嘛，而且我有跟客服讲嘛，我跟客服讲说你们这样，我就是要 po YouTube 啊，然后找记者啊，我真的有做啊，我做了你们才打给我，这个一定要讲的啊，对吧？这个部分让我先跟黄人说明，抱歉让您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其实这个谁受得了？是你受得了吗？当然我理解，真的不好意思，对吧？当然我理解。那客服这边，当然我们持续也会跟相关单位去追踪、去确认您的这个路数里程增加的一个进度。那希望尽快的可以让您有一个可以使用的路数，这样子。这边跟黄先生说明一下，应该是说我们是非常感谢借由您的这个案件，我们当然也就确认了说，可能系统上面真的有这个尚待确认的地方，所以这部分当然也非常的谢谢黄先生您的这个宝贵的意见跟这个相关的提供。好，那我问你，为什么网站上那个合约 PDF 档下载的那个完全没有写这种东西？应该是这样说明，因为其实本身合约上面。据我们这边客服应该知道，合约上面本身它不会特别去记载这些项目，这是确实的。不过那当初是我叫 River 印给我呢，不然我不要买呢。如果我就笨的，我就让他印给我，那我不就完了？那我要怎么跟你讨这400度？你觉得嘞？这份当然我先跟黄先生说明，其实当然关于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我觉得也是借由您的案件，那我们也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其实公司在这个不过这个部分当然我先跟黄先生说明，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您太多的资讯跟其他的资讯，因为就事实来看，我们的合约其实在初始合约的确不会记载这些项目的。那就是有诈啊！这个我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们答应的事，就是一定要写在合约上啊！我要提醒全部的车友，要买车的人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黄先生，您请说。我今天那个纸本如果不见了，遗失了，请问我这400度电要得回来吗？当然，如同刚才跟黄先生报告的，首先也是跟你报告的，其实你只要回答可以或不可以就好了。可以，因为其实系统已经有了。系统已经有了。是的。为什么昨天说没有？昨天你也说要不回来。你昨天跟我说这个方面我不方便再为你多做解释，有没有？黄先生要说明的资讯，就是在昨天跟您沟通完之后，因为我们这边的确做了很多的确认，所以这也是刚才第一时间希望跟黄先生报告的。我们确定了，您每年400度电，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添加。我那个我自己账号我可以看得到吗？但这个部分跟您报告，目前我们知道的资讯是，应该是没有办法透过账户内看到，这是目前，但是就如同您之前的状况一样，虽然您看不到，但实际上您去用了超级充电，它不会跟您收费。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多扣？我自己也要对啊，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充啊，你都会多扣比较多啊。我那个荧幕上面明明写几度，结果你那个账号就给我多扣啊。我自己要怎么对？你没有给我一个明细嘛，对吧？以后我会看到那些我用了几度剩几度吗？目前我们也确定了，就是说，如果登入系统来看呢，您的如果是使用的点数的话，它的确不会呈现扣的度数，它只会呈现写说是免费超级充电。但它没有去
确呈现说啊你如果乱算，我怎么知道？给我多扣，我怎么知道？但这个部分当然还是基于，还是希望黄先生去相信，其实我们的系统，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了，还叫我相信？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了啦，真的啊！我就是一定要到明细啊！哦，为什么合约都不写？我问你啊，你可以回答我啊，为什么你网站上面 PDF 合约不写上这400度电？为什么不写上你送优惠的，然后保固什么的？来，我问你，你回答。这边跟黄先生报告，还是让您知道，我们这边真的就是确定了。你不要再回答那个确定，我知道你有确定，但是你给不出证据，这个没有用啦，我不相信你。现在回答为什么合约不写？写你送了几度？然后可以回封邮件给你，让您知道说你确实是有这个400度电，那也确实是添加了跟使用完毕。我这边客服当然可以回复你这个资讯，但也先让您知道，你现在回答我，为什么合约有这个400度电？合约上面不写送我们几度的那个东西？我问你，然后优惠内容，你为什么说啊？我们没在写那个啊？我问你为什么？因为跟法院报告啊，为什么有的人有纸本合约？我们的系统来看，您就是有，那所以我还是跟您。你跟我回答为什么？你不要一直鬼打墙。在第一时间提供正确资讯给您，但其实你这个我都听过了。你讲新新的，这个我暂且不谈呐、我还是不相信呐、你现在跟我说为什么合约不写电子档的？然后还叫我那个车友打电话客服说你合约拿出来啊！你废话，你网站上面就有合约了啊！啊，你还要我们拿合约出来干嘛？啊，当初叫你们印，你又不印啊！我们要拿什么合约？哈，我问你啊，答应人家超充免费啊，合约不印给人家啊，人家是不跟你计较呢。啊！我听他这样买了400多万超充，没有超充免费，我整个火大。你为什么不印给人家？然后超充免费也不打在那个电子档上面，然后叫人家出示合约，网站明明就有，自己查就知道了。你回答啊。报告，我不会也没办法去针对其他的车辆跟其他车主的情况。好，那你针对我的，为什么我的合约不写？我的电子档合约不写400度，然后还要叫我拿纸本给你看啊？纸本也是我要求的呢。啊，我如果不要求嘞，啊，你还要叫我拿纸本给你看，我是去哪里找纸本？你回答。针对此情况，就是跟黄报告，就是我们客服部门这边不是很专业。不是很专业，就是叫我拿合约。给您资讯。什么？也跟黄先生说明，我们也在后续的确认中也确认了，您就是享有每年400度电这件事情，在系统当中确实有。你讲几百遍了啦，我知道啦，你讲几百遍了啦，我听了几百遍了，好不好？你从刚刚讲，你有没有讲30遍？啊，我现在只要问为什么合约不写啊？那你要不要回答一下嘛？这边就是要让黄人知道，我们就已经在系统中都有相对的添加。啊，对啊，啊，系统我看不到嘛。啊，万一我那一张白纸黑字，万一有一天我搬家又不见了嘞？啊，万一你又给我扣掉了嘞，又给我取消嘞？跟黄人说明。不然你可不可以 PDF 档上面写上去？文件这部分还是跟您报告，这是确实是客服同仁在整个跟您的应对上面没有办法让你有满意的资讯，还导致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体验。对，好，那我现在也对你很不满意啊，因为你一直不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对你很不满意。我们来举例说明好了，如果你有4万块存在银行，拿去做定存，然后年利率是1%，所以你每年会有400元的利息。
而且这400元的利息也都在固定那一天会入账，而且你自己上网络银行你也都看得到那些金额跟入账的日期。那突然有一天网络银行改版了，你进去查之后完全看不到那4万元的定存单，而且该给你的400元利息也没有给你。然后这个时候你打电话去银行客服，连续问了2个人，他们都回答你，先生，我从这个系统上看你没有这400元的利息哦。我跟他说有啊，他以前都会进来。他就反问我说，先生，你有定存单的合约吗？我说没有，因为丢掉了。我说那我可以补发定存单吗？这个时候客服就回答不行哦。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求助无门了呢？然后这样的回答已经令我很不满意了。而过了几天，我终于找到我那一张纸本的定存单，然后我打电话去客服，客服叫我上传截图，说3天内会回复我。我等了10几天都没有回复，我已经受不了了，才 po 上网路，然后新闻记者都已经报了，银行客服的主管才打电话来跟我说抱歉，说他们有承认这份定存单的合约有效，之后会补400元的利息给我。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我的网络银行还是没有办法查询到那一张定存单，还有我每年400元的利息入账的资料，而且我叫他补发一份纸本定存单合约给我，他也不愿意。难道你会把钱存在一个只有银行总经理看得到余额，然后你也不能查也不能看的银行吗？每次还要打电话去问行员，行员有时候换来换去搞不清楚状况，结果说户头你没钱了，过几天拍影片爆料，然后银行总经理才出来说，哦对先生，你里面还有400元，但讲完还是没有办法补发存折或提款卡让你查询余额。请问这不是傲慢？什么是傲慢？所以我才说特斯拉有严重的诚信问题。那针对以上的叙述，我提出5点总结特斯拉的管理瑕疵。第一，为什么不主动列印纸本合约？特斯拉自己内部也不会留纸本，然后还要跟我要合约，你都没有给我了，我要怎么给你合约？第二，为什么纸本合约内容跟电子合约内容不一样？第三，明明系统的问题，为何后来要改口说是客服人员不专业，意图掩盖什么事实？第四，为什么我超充优惠度数我自己都无法看到，一定要打电话进客服询问？都已经让我优惠内容跳票一次了，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们的系统吗？第五，为什么不能补发纸本合约？我问他说，我纸本合约不见了，是否可以补发？他的回答是不行。我查过了一些消保法条文，有记明且是契约内容的优惠是可以补发的。那以上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买特斯拉的车一定要有纸本合约跟一些相关的截图，比如说一些业务的截图啦、对话记录啦，或者是一些网站上面有关保固啦、优惠内容方案的截图啦。因为我觉得特斯拉的系统 bug 超多的，感觉好像比我自己设计的 Excel 表格还要差。你很难保证你下一年度它网页改版，你的资料是不是又会被异动掉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纸本合约跟截图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啦。那影片的最后我就公布答案咯，就是 B 这一张是假的，是我自己 P 图上去的。你们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只有这一张是假的，应该要有2张是假的吧？可是事实上 A 跟 C 都是真的。 A 是纸本合约， C 是特斯拉网站上面下载的电子档，只是特斯拉刻意不把那些优惠内容打到电子档的合约上面，这样你们知道特斯拉这样做的用意了吧？好了，喜欢这个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就这样咯，拜拜。